好久没做蛋糕卷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个抹茶厚卷。上次我说我现在做吃的总是做不好，你们居然不信，今天我就给你们看看我现在做东西是有多点背。这个蛋糕卷其实就是一个烫面蛋糕卷的做法，但是我遇到了很多问题，表皮揭不干净，组织粗糙不细腻，切面空洞多，奶油太软，都给我整抑郁了。幸亏我有个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下来了，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也遇到这些问题，一定要收藏好这个视频，今天就帮你们全都解决掉。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把这个视频分成了2大部分，前半部分是蛋糕卷制作过程，后半部分是失败案例赏析，大家可以按需观看。抹茶蛋糕卷因为抹茶粉会造成消泡，所以一定要用烫面法来做。先把玉米油加热到70到80度之间，把热油拿下来的同时，把牛奶也放上去加热，然后趁热把抹茶粉筛入拌匀，搅拌到看不到抹茶粉颗粒了。这时候牛奶也加热的差不多了，牛奶加热到50到60度左右就可以。倒进来给它充分的乳化均匀，然后再倒入过筛后的低筋面粉。加入面粉拌匀以后，可能会有油水分离的现象，没关系的，因为你材料之间有温差，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时候再加入蛋黄拌匀就好了。蛋黄糊这部分不会太造成这个蛋糕失败，就是注意把油加热到温度，牛奶不要太凉，还有做好的蛋黄糊不要长时间放着，这3点注意一下就没什么问题。看一下我这个浓稠度，如果比我这个稠的话，就再加一点牛奶。蛋黄糊做好以后要给它盖上，防止变干。蛋清、糖和白醋我都提前放在一起了，然后放冰箱冷冻了几分钟，冻到最外边有一圈冰渣了，就拿出来打发。冷冻以后的蛋白温度很低，打的时间会长一点，但是蛋白状态会比较稳定，也会比较细腻。打到有清晰的纹路不消失了，然后你可以停下来把边刮一下，再继续打。这个时候可以调整速度，用低速打，整理蛋白。打完以后用蛋抽手动搅动几圈，然后提起蛋抽，是这种比较结实的弯钩状就好了。这个状态基本上快接近做戚风蛋糕的状态了，有的人做戚风蛋糕就打到这种状态，就打到这种比较硬的状态。然后把这个蛋黄糊再轻轻的搅动一下，大概几秒钟就可以，不用担心它会起筋，也可以手动搅动。再把蛋白和蛋黄糊分次拌匀，可以先用蛋抽切拌，最后再用刮刀翻拌。注意看最后拌好的这个面糊是细腻光滑，并且没有看到很多小泡泡的状态。然后接下来我又多加了一个步骤，就是把拌好的面糊过筛进烤盘里。不知道看到这个步骤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但是真的不会，过筛以后效果非常好。后边的案例赏析我会详细解释为什么我要过筛，不用担心会消泡，只要你蛋白打发好了，面糊状态好，过筛不会造成消泡。过筛以后的面糊非常的细腻。把面糊抹平震几下，然后就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上下火150度烤30分钟。如果你的烤箱跟我一样密封性比较好的话，烤10分钟以后就要把门留个门缝，要不然会温度太高，蛋糕卷鼓包。等待的时候你可以把奶油打好，做一个双色奶油吧。先在抹茶粉里加入少量淡奶油，给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搅拌到没有颗粒状，然后再把淡奶油里加糖给它打发。做蛋糕卷奶油给它打得硬一点，打到10分发，取一半打发过的奶油加入到这个抹茶糊里给它拌匀，这样就得到2种颜色的奶油了，给它放进裱花袋里，放冰箱冷藏备用。蛋糕烤好以后轻轻震一下热气，然后就给它从烤盘里拿出来，揭掉4边，上面盖上一张油纸翻面。这我都是刚烤完出炉以后就这样做的，没有等它放凉啊。然后直接揭掉底下的油布，烘烤的温度时间合适的话，就直接会出毛巾面了。等表面没有什么温度了，就给它再翻个面。这个蛋糕因为是想做反卷，所以我觉得2面的皮都揭掉，做出来比较好看。如果温度时间能控制得好的话，2面的皮都能直接揭掉。然后就给它切去不规则的4边，习惯性的尾端我还是给它斜切了。左右2边也切掉，因为边边会比较干，怕万一卷的时候裂了，会带着把中间也给弄裂了。然后就等这个蛋糕凉了，再在上边挤上奶油。怎么挤随意，其实我没想卷 O 型卷的，可能我这个蛋糕比较厚，直接就卷成 O 型了。蛋糕卷卷的手法跟我之前发过的视频里是一样的，还是借助擀面杖卷。卷过来以后，最后再用这个钢尺收紧一下。
边上要是有奶油被挤出来了，就给它再抹一抹，抹平。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以后再切。不过你们看到的我这个成品里边加的不是淡奶油，是奶酪霜，有点撑不起来。没办法，天气太冷，我买的奶油都冻伤了，太软了，切开没法看，所以我才想了其他方法。淡奶油也折腾了我好几个蛋糕卷，真是应了那句话，点胃喝凉水都塞牙呀。我现在就是这样，想做什么东西吧，越想做好，但是就感觉有各种阻碍，老做不好。你们帮我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呀？我真的郁闷死了。蛋糕卷整个的制作过程就是这样，你们就按这个方法去做，肯定是没问题的。期待看到大家的完美作业。接下来就给你们看看我的悲催的失败案例。做这个卷我遇到了4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正面的皮没全部揭下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好解决的，就是烘烤的温度和时间上面调整一下就好了。最开始我是用150度烤了33分钟，那个皮就没有完全的全都揭下来。后来我缩短了点时间，150度烤30分钟就全都揭下来了。第二个就是消泡的问题，这个就是面糊制作上要注意。一个就是前面说过的油和牛奶加热的温度要够，另外蛋黄糊不能放置太久，放太久我觉得也会造成消泡。另外就是蛋白打发到位，打发如果不到位的话也会造成消泡。看这个面糊就是比较稀一点，然后能看到明显的小泡泡，这样就是消泡的状态。做了3个，把前2个问题都解决完了，然后到第4个的时候，面糊也细腻了，蛋糕卷也比较厚了，但是它一切开里边好多的小洞。也尝试了把蛋白打软一点，但是打软一点我发现这个面糊还是比较容易消泡，所以最后我决定还是要打到这种比较硬挺的状态。然后最后面糊都搅拌好以后过筛一下，这个方法真的屡试不爽。过筛后的面糊真的非常细腻，过筛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个没有搅拌均匀的蛋白颗粒就给它碾碎了，所以最后烤完以后就不会有小洞洞了。看这个过筛完以后的筛子里边也是有很多东西的，而且过筛以后吃起来口感也会更细腻。终于这蛋糕卷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然后我换奶油了，奶油用光了。看这个卷完以后奶油从2边都流出来了，然后我说冷藏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呗，结果冷藏了2小时，切开还是这样，真给我气死了。我琢磨半天，要不然就奶油就是假的，要不然就是这奶油给冻伤了。因为现在真的天气很冷，我们这边晚上零下都10度左右，可能运输的过程中温度太低，就把奶油给冻了。本来我想说要不干脆用软奶油薄薄抹一层卷起来得了，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不能糊弄，这样对不起观众。办法总比困难多吧，都已经做了这么多次了，也不怕再多做俩了。然后就想到之前做过一个蓝莓芝士蛋糕，用了那个冻芝士蛋糕的配方做了这个奶酪霜，终于切开不是软软的状态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试试。这个做法也不难，就是奶油奶酪加糖隔热水软化，搅打均匀，然后趁热加入泡软的吉利丁拌匀，再把淡奶油打到7分发，和奶油奶酪混合就行了。用了这个奶酪霜就不会像我用那个冻过的淡奶油那样卷以后会流出来了。如果是用这个夹馅的话，这个蛋糕卷就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就是一个冻芝士蛋糕的口感，也很好吃。那今天就先这样吧，其实成品也没有那么满意的，等我买到不冻的奶油再做吧。看在我分享了这么多失败案例的份上，能帮我点个赞吗？那我们下个失败案例再见吧。现在我做什么都是失败案例。